大家好，我是量化信用社。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全球的局势比较混乱啊，是吧？给这个市场造成了比较大的波动。但是好在就这个数字货币市场和这个美股的韧性还是比较强，是吧？那个下去后又很快又拉了回来。其实中东的局势，应该大部分人心里还是有底的，因为通过前几次事件，是吧？大家都看到了啊，就是说不太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啊。因为对于伊朗来说，是吧？由于他这个国内比较混乱啊，再加上国际局势对他也不利，所以说他一直都是这种象征性的在报复啊。而且对于美国而言，是吧？他也不想进一步的升级到这种全面的对抗啊，也不想自己再被拖入一场战争，是吧？尤其是这种亲自下场的战争。打击伊朗应该不是特朗普的一个主要目标啊，或者说他的办公桌上，是吧，有一堆的待办事项。但是我觉得伊朗应该不是优先级最高的啊。目前他还有一堆优先级更高的麻烦事情要处理。特朗普政府或者说他本人是亲这个以色列的，是吧？这一点大家都看得到，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说中东的局势它还会一直震荡下去的。伊朗也会继续他的这个核计划，他会在我看来啊，他会一直进行下去，直到搞出来啊，除非说他的政权被颠覆了。因为只要他不搞出来，是吧？那他就一直没有话语权啊，一直只能这个被动挨打。那么有些人可能会说他会不会选择和解，是吧？在我看来，如果他选择和解了，那就是自废武功了。以后你要想再重来的话，难度会更大，是吧？而且他以前的这个打都白挨了啊。现在都已经闹到这个地步了，是吧？我认为这个和解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而且对于美国而言，是吧？美国它骨子里还是不希望中东和平的。中东这个地方它是全球的能源中心啊，它不比俄乌战场，是吧？中东这个地方你只要搞点事情出来啊，它就能搅动这个全球的局势，既能够牵制中国，也能够牵制欧洲啊。再说了，如果说真的这个世界和平了，是吧？那美国这个世界警察我估计也会闲得蛋疼啊。而且他那么大的军费支出，那你又何以为继，是不是？虽然说大家都向往和平，是吧？但是往往都是事与愿违啊。不管是谁，基于什么目的，不管正义不正义啊，最后受苦受难的都是普通的老百姓。所以在我看来，这个时候，是吧？那伊朗他只能选择忍啊，一直忍到搞出来，才能打破这种不平衡或者说不对称的这个局面。因为一旦他不再选择忍啊，开始真正的全面反击，是吧？那就会引来以色列和这个美国的联合双打，那就是真正性的这个毁灭性的打击啊。而且说这个实际上伊朗目前他也没有这个能力，他自身没这个能力啊，他背后的人也不想在这个时候介入啊。所以说忍是目前伊朗的唯一的一个选择啊。只要他选择了忍，是吧？那么中东的局势就不会失控啊。但是这样的话也就陷入了一个怪圈，就是说伊朗不停止核计划，那以色列就一直搞下去。而且因为有美国的大力支持，是吧？所以说中东的局势它会一直这个反复，一直震荡下去。至于封锁这个赫尔木兹海峡，是吧？如果他选择这么搞了，那就是准备背水一战了，也就是说表明他不再忍了。但是会迎来更大的打击，是吧？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而且如果封锁了赫尔木兹海峡，是吧？其实他自己的损失也不小，甚至他自己的损失更大，他的石油也卖不出去了，是吧？目前虽然说有制裁，但是他还是可以想办法把石油卖出去的。但是如果他真的封锁了这个赫尔木兹海峡，那就是把自己的后路也给掐断了，是吧？那他自己的外汇基本上也断了啊。所以说封锁这个赫尔木兹海峡的可能性，我觉得非常的小。就算有短暂的封锁，也不可能长期封锁的啊！在我看来，大都是唬人的啊。这个兔子急了还咬人，是吧？伊朗只是在说，如果说你把我逼急了，那我就会选择鱼死网破，是吧？大家都别想过好日子。但是我觉得说不会真正的走到那一步棋啊。那么说了这么多，反映到资本市场，是吧？就是说我感觉就是说，如果说砸了个坑，是吧？你只要分析伊朗的态度和他的实际行动就行了。只要你认为他还是会大概率的选择忍，或者说你认为他不会选择鱼死网破，是吧？那一般我们都可以去这个逆向操作的啊。
BTC 的韧性这么强是吧？说明它还是想往上冲的，只不过是这个目前的条件和这个环境不配合啊，再加上之前我提到的，就是说它部分的指标目前都处在这个高位啊，所以说在没有明显利好消息的情况下，它很难出现这种大幅度的上升。但是其实说这个位置是吧，它不断的这个上下震荡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啊，就是一方面它可以修复这个部分的技术指标，另一方面它可以交换这个筹码。美联储为了维护这个美元的地位是吧，也一直在想办法保持它自己的独立性，这考虑到这个关税的不确定性啊，对这个通胀的影响，所以说它一直都没有进一步的降息啊。美联储一旦继续开始降息了是吧，那么我估计这个关税的事情也相对明朗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就只需要看这一个事件啊，开始降了，就说明大部分的不利因素都消除了，至少这个市场的环境会相对明朗了。到时候我估计 BTC 就还会有一波上升，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还是不太建议大家去这种长线做空的。当然就是说如果你目前的仓位很少是吧，比如说甚至是空仓的，那我也同样不建议你去开这种长线的多单。这个时候我感觉是比较适合做这个中短线的啊，或者是做这个网格交易。另外就是这个纳斯达克又创新高了是吧？之前说过啊，美股的这个填空能力是很强的，美股是真正的韧性强，底之后的后劲足啊，让这个某些股市是望尘莫及是吧？你连尾灯都看不到的那一种啊。那么废话就说这么多啊，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有关这个合约交易的资金费用。首先说一下，这个资金费用是合约交易特有的，它的作用就是让这个永续合约的价格它紧贴的这个现货的价格，来防止这个价格的长期脱锚。之前跟大家说过是吧，就是合约的价格它是围绕着现货的价格波动的，现货价格是合约价格的基石。所以说我们原来在讲这个技术指标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去获取的是直接获取现货价格，而不是去获取合约价格做计算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那么这个资金费率就是说，为了防止这两个价格它长期的偏离太大，所以说它就设置了这个资金费用这样一个功能在里面啊。那么合约的资金费率它是正值的时候就是多头支付给空头，如果是负值的话就是空头支付给多头。通常的话它是每8小时结算一次的，根据市场波动的情况是吧。那么有些币种它可能会4小时结算一次。另外就是资金费率的这一笔钱它不是交易所收的啊，这个是空头和多头之间的一种转移支付，它不是交易所收的啊。另外就是说我想跟大家讲的一点就是说，这个资金费率是吧，资金费率是按照着你实际持仓价值来计算的，而不是你投入的本金啊，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比如说像我界面上这个单子是吧，那我这里显示持仓价值是 2846.3， 也就是说它是按照这个价格来收你的资金费用的，而这个价格是什么呢？是算上了你的本金再乘以你的杠杆倍数的来算出来的。比如说我是10倍啊，也就是说这个单子我实际上投入的也就200来美金左右啊，但是他收资金费用的时候是按 2846.3 来收这个资金费率的啊。也就是说我再举一个简单例子吧，比如说你投入100美金是吧，你开20倍，那么资金费用它不是按照100来收的哈，它还是按照你放大了杠杆后的实际仓位来收。也就是说你100的美金开20倍，然后就是2000美金嘛，那么他收资金费用的时候是按照你2000美金来收的啊。就当然了，这个随着价格波动是吧，就是说就看你当时收资金费率的时候你的实际仓位那个持仓价值是多少，它是按照这个来收的啊。也就是说不是按照这个你投入的本金来算的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那么我为什么要讲这么一期视频呢是吧，主要就是
为什么呢？就是说有个时候啊，你会面临着非常高昂的资金费用。比如说像我这个图里面是吧？像我这个截图是2025年4月21号啊，就是说现在都已经是6月份了嘛，是吧？我是在4月份的时候，当时就是想录这么一期视频，然后刚好就是说我这个交易的那个标的啊，然后收了一个高昂的资金费用，所以说我当时就先截了这样一张图，准备来给大家录一期这样的视频，但是一直都没录，是吧？所以就拖到了今天才给大家录啊。那么这个0.93%接近1%的这个资金费率就是非常非常高了啊，因为一般情况下它最高也就到 1.5%， 所以说这个已经接近1%就非常非常高了啊。那么正常情况下，你看我这里是这个时候它收了 0.93 嘛，然后我这里这是是我看也就是说它最新价格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截了一次图，你看它才 0.051 啊，0.051是吧？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它的资金费率是非常高的。这个 0.93 就是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个情况是吧？也就是说什么呢？你比如说你投入$100是吧？你开20倍，然后$2000，然后他收1%的资金费用，就收了多少？收了$20，是不是？收了$20，那么你想一下，你总共才投入$100的本金啊，他直接就给你收了走了20%的资金，就是相当于乘以你简单算就是相当于乘以你的杠杆倍数去收的，也就是$100直接就收掉了$20的这个资金费用啊。那你想一下，这个资金费率就非常非常高了啊。那么正常情况下就像这种啊，这个一般情况下都是0.0几的，尤其是像这种 BTC 是吧 ？BTC 它的更多啊，那就更低啊，0.005这样的。那你想一下，是吧？这个都到 0.93 了啊。所以说，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尤其像 BTC 这种头部的交易标的是吧？它的流动性充足的时候呢，它的资金费率一般都是比较低的，它都是0.00几是吧？但是呢，就是有一些山寨币是吧？它就很容易出现那种价格偏离非常大的时候，非常大的情况，这个时候它就会产生这种高额的资金费用。所以说我们在做合约交易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尽量的去避免这种情况啊。所以说我这一期就是说想给大家讲一下怎么用代码来检查我们当前这个交易标的它是不是面临的这种高昂的资金费用啊。如果说你碰到这种情况是吧，那么就是说你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做应对嘛，是吧？比如说我可以先减仓，或者说甚至我直接就把它平了啊。你像我这个图上这个是吧，我是在这个地方开仓的是吧，而且我是开空仓啊，我是做空的。那你想一下，在这根 K 线的时候我是亏损的，在这里我也是亏损，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收资金费用的时候我是亏损的啊。我$100的投入开20倍，在这个地方我就已经亏损了，比如说我可能就已经亏了个10%左右了，然后他又给我收了20%的资金费用是吧？那你想一下，如果说没有后面这一段下跌啊，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收资金费用的这个时候，我的亏损基本上达到了20-30%了，是不是？那么就是说，那我们现在是从这个图上看，我们看到它下跌了一波嘛，是吧？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仓位在这里开仓了，然后你应该是在这根 K 线的时候，然后你来看一下，我要收这么高的资金费率的时候，那么我可能就在这个地方我就先提前去给它减仓或者是平仓了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如果这后面没有一波下跌是吧？那我就亏得更多，是不是啊？那我就相当于白亏了这个接近1%的这个资金费，是不是？所以说像这种情况要避免的话，那你就是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因为它资金费率是每8小时收一次嘛，那你可以在比如说16点是吧？那你就在15点50左右，你去查看一下，让程序去计算一下它这个资金费率。
如果说这个资金费率很高了，是吧？这个阀值你可以自己去设啊，比如说超过0.3%或者说0.几的时候，那么你可以去采取一些应对措施，是吧？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可以先去减仓，或者说甚至说去平仓这样的啊。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你不要说无缘无故，是吧？就是说去白白的损失那个资金费用啊。当然，这个就是说，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吧，是吧？假如说你就像这种情况，假如说你觉得他在这里即使收了我20%的资金费用，但是我觉得他肯定后面还有一波大的下跌，那你去忍一下也可以。但是这种判断就太难了啊，就是没人判断得准，他后面真的会有一波下跌，是不是？虽然说这个单子，我实际上这个单子最后是赚了100%，还是赚了100多还是70多条，我都不太记得了。反正是赚了挺多的。但是他如果没收这个资金费用啊，没收这么多的资金费用，那实际上就赚的更多了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说，我就把这种情况列出来啊，就是说看大家自己认为有没有这个必要去做这个相应的操作啊。所以说我这一期就是把这个用代码把这个资金费率的计算这一块给大家演示出来啊。对，这里是我当时截了一张图啊，就是查它的资金费用，就是查这个参数，的，它这里显示的时候，你要乘以100的，它就会转换成这个百分数，也就是说它这里显示0.0092嘛，你就乘以100啊，就是0.93，就是0.93的资金费率。这个费率是非常非常高了，真的非常高了啊。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用程序来实现这个查询这个资金费率，是吧？这是以前写的代码啊。我们把这个直接注释掉吧，直接在这个上面开始写啊。那么就以这个为例啊，这个我在这里建了一个仓，是吧？那么我是做多的啊，10倍做多。然后你看它现在的资金费率是-0.005%，负0.005%，是吧？然后资金费率它这里显示我会收到0.118，是吧？那么我们现在就是用程序啊，用代码把这些数据都给它计算出来啊，然后你就可以去做相应的判断了，就是看你自己需不需要啊。那么要做这个事情呢，那首先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查询这个持仓信息啊。其实这个资金费率，其实我等一下我讲的这些东西，其实你如果想做资金费套利的话，也是可以做的啊。那做资金套利的话，到时候你就是去循环市场上的这个所有交易标的就行了，然后用这种资金费率计算的方法就行了。只是说我这里因为我们是查询我们这个正在交易的这个标的嘛，所以说我就先去查持仓信息啊。持仓信息的话，它就是我直接复制过来啊，它就是这么一段代码嘛。这个应该之前跟大家讲过，是吧？在这个减仓的时候，我们应该也是讲过的。在减仓的时候也是讲过的，应该。这就是查询这个持仓信息啊。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打印出来啊。我们先输出一下看一下吧，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要提取哪些数据啊。这里面要提取哪些数据呢？第一个就是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标记价格，就是说这个资金费率啊，它是按照标记价格来收的，而不是按照这个最新价格来收的。最新价格是这个价格啊，标记价格是一个公允价格，就是说相当于市场的一个平均价格一样的。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说它为了公平起见啊，它是按照这个标记价格来收这个资金费率的，所以我们要提取这个标记价格这个参数，等一下计算的时候会用到它。然后我们还要提取这个标的，就是具体是哪个交易对，我们要把它提取出来，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做这个
章和币的转换，因为这个 OKX 它在合约交易的时候，它默认的这个单位是章嘛，等一下我们要用到这个参数去给它转换成这个币的数量啊，所以说我们要提这个啊，然后我们还要提这个提数量，也就是提这个具体是多少张，就是 2.65 张嘛，是吧？我们看一下，现在我们这个是 2.65 张，要把这个数量要提出来，不然的话你无法计算这个资金费率啊。所以说我们要把这3个参数给提取出来。那么我这个直接把它复制过来吧啊。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的啊，我就不重复了啊。这个就是最新标记价格，这个持仓标的，这个持仓的数量，这个是章嘛，是吧？然后呢，我们就要运用这么一个函数啊，运用这么一个函数。那么具体什么意思的话，你自己去查好吧，你自己去查文档啊，这里我就不讲的那么详细了啊。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章的数量，这是传入章的数量嘛，是吧？然后转换成什么？转换成币的数量，然后针对的是这个交易标的啊，针对的是这个交易标的。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得到这个币的数量。就是说，比如说我有这么提取啊。从这个结果里面去提取这个数字出来，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印一下啊。等一下一起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结果。这样的话就是说，相当于把我们的这个 2.65 张给它转换成它实际多少个币，就这个意思啊。然后呢，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来获取它的这个资金费率了啊。它用这个 public API， 然后有个 get， 这个啊，这个就是获取它的资金费率的。然后呢，我们来传入这个insert的 ID， 也就是传入我们要查询的这个 ID。这个我们也可以打印一下啊，你看一下它那个，我们看一下它的资金费率啊。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看一下吧啊。这是持仓信息嘛，是吧？刚刚已经看过了啊。然后是章币转换，也就是说我们你看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2.56 张，它转换成这个币的时候就是 0.0265 个 BTC， 就这个意思啊。这个也是转换成了具体的 BTC 的数量。然后在下面就是这个资金费率嘛，是吧？资金费率来看啊，那么最新的这一期，也就是这个啊，是 0.00004， 然后我刚才说了啊，你要去乘以100嘛，是吧？乘以100的话就是0.004，是不是？0.005有一点点差别啊，不知道这是模拟盘还是模拟盘造成的吗？好像有一点点区别是吧？它那个是 0.005 啊，它那 0.005， 不管了啊，这个数字我是验证过的，这个应该是没问题了，就是查这个数字啊。然后我们要把这个数据提取出来嘛，是吧？提取出来的话就是这样啊。也就是提取这个值啊，提取这个值，它就返回这个值嘛，是吧？啊，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来计算了啊。
那么这个实际的费用等于多少呢？比如说我们这个费用它等于什么呢？等于这个你币的数量，就是我们这个 2.65 张它转换成那个币的数量之后，是吧？就实际持有数量了嘛，实际持有币的数量嘛，然后再去乘以它这个标记价格。因为我说了，它是按照这个标记价格来算这个费用的啊，然后再乘以它的这个资金费率，这样得到的结果就是实际的话要收到的，或者说要支出的费用实际是多少啊？那么然后我们我想，我们先这么写吧，比如说我们这么写吧，资金费率，我们把这个资金费率给它打印出来，是吧？就打印出这个值啊。等一下我们就好来对比嘛，是吧？打印出这个值，然后我们把它乘以100，就是我刚刚说了嘛，你要把它转换成百分比的话，就乘以100嘛，是吧？然后我们再给它格式化一下，给它保留5位小数吧。这么来写啊，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资金费率给打印出来了，然后我们再把它这个实际的费用也给打印出来啊。就是就是实际要付出的这个费用是多少啊？这个的话我看一下。这个的话我们加一个判断吧啊。是不是多头？是不是多头的话，就是我们这么判断啊，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值是正的，转换成浮点数啊。如果说这个值是正的，是吧？那就是多头啊。你看我们这里的这个值是正的嘛，是吧？它前面没有负号啊。如果前面有负号的话，那就相当于做空啊。我们这个是正的，没有负号是吧？就是做多嘛。我们这里也是做多嘛，是不是？就是先判断我们是多头还是空头，然后呢，我们再来判断啊。也是给它一个布尔值吧，就是看一下怎么写啊。就是如果这个值，如果资金费率大于0，而且是多头，那么就要付资金费用啊。这个是什么？我们再看一下。那么如果说这个是负的，是吧？如果这个是负的，然后又是空头，那就是也是要付资金费用的。
这么写吧，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用来判断我们是不是需要支出还是收到啊。那么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给它加一个符号啊，加一个正负符号吧。在前面加一个负号啊，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付出的话，那就在前面加一个负号啊，否则的话呢，就是一个正号嘛。然后我们在这里的话就是把这个符号加到前面来，这个主要是为了方便我们看这个数字啊，所以说这么弄了一下。然后呢，这个费用的话，我们把它转换成绝对值吧。然后也是保留5位小数啊。然后百分数号这个就不要了，比如说我们在后面再接一个 USDT， 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么刚刚这段代码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是吧，就判断我们是不是多头，然后呢这个参数就是说看我们是不是需要支出还是需要收到。如果是支出的话，就在前面加一个负号啊；如果是收的话，我们就在前面加一个正号，是吧？那么如果说资金费率是正的，然后又是多头，那么你就要去付出啊。或者说这个资金费率是负的，然后你又是空头，那么你也是需要去付出的。付出的话，那么就前面就加一个正号，加一个负号。那么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现在是做多，是吧？做多，然后这个资金费率它是正的啊，这个资金费率是正的吧？我看一下。资金费率是负的，那么我做多负的，那么我们就不用付出嘛，是吧？我们就是收到嘛，是不是？你看我们现在把它运行一下，然后应该就能看到详细的数字了啊。我们现在应该是收资金费用，是不是？我们是做多，然后资金费率是负的，我们应该是收啊。你看一下，那我们是预估资金费用是正的 0.11667 什么什么，是吧？也就是说我们是收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输出来的数字是不是这样的啊？这里是负 0.00093，它这边好像进一位了啊，这个是45入了，是吧？应该这边是45入了，它是负的 0.004 的百分比，这是负的 00393 的百分比，它那应该是45入了啊。然后资金费用那是正的 0.36167， 我们看一下36167，那是因为这个标记价格它在不断波动啊，所以说这个数字它会不断的变化的啊，这个数字它会不断变化的。那么这样的话就基本上对得上了啊，就把这个资金费率给查出来了啊。所以它整体代码逻辑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就是说实际上呢，就是这是我是演示这么演示嘛，是吧？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实际应用的时候是什么呢？你只要去查询这一步就行了，只要查询这一步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比如说你的程序是每隔1分钟运行一次，是不是？那么你可以在每次运行的时候，当然你可以先考虑一下，就是说比如说在每一次快收资金费用的提前5分钟，你每次都去计算一下，然后你只要发现什么呢？这个值是吧？这个值它如果高于换算成百分比的话，它如果高于这个0.3了，
它高于 0.3 了，就高于 0.3 了，或者是高于 0.5% 吧，就是说你自己去根据这个阀值你自己去设啊，就是说你换算出来这个资金费率超过你设定的阀值了，而且按照我刚才说的这种你是需要付出的，那么你就可以考虑一下，我是不是先减仓，或者说甚至先平仓这样的，是吧？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去规避这种情况啊。因为像这种，我想了想，真的，你就是说，你如果说真的没有后面这一段下跌的话，那就是相当于白白损失了20%的资金费用啊，这个就很离谱了，是吧？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期的一个主要内容啊，就是讲一下这个，然后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啊，看是不是需要加到你们的这个程序代码里面去。其实如果说你交易的是那些主流的币，是吧？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交易的是这个 BTC 这种币的话，它的资金费率是很低的啊。你看这里它又变成这个应该是模拟盘上这个不太准吧？突然也拉了一下，你看它这个资金费率一下子又变成 0.001 了。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价格脱离太大了，它就振幅太大了，它就会很容易这个数字的波动就会很大。就是说你如果交易的是主流币，是吧？那么这个资金费率一般都是比较小的，你可以不用去关注啊。但是如果说你是在做那个山寨币，然后又是做短线高倍的时候，那我是建议你啊去检查一下的，看是不是需要提前去做一些操作。因为这种情况主要是在山寨币上会出现啊，你像我这个交易的这个币，是吧？就是这个标的啊，我交易的是这个标的，它的资金费率，你看我当时截图，它上一期也很高啊，上一期也是相当于也是负 0.58% 了，然后这里又是不是这个数字，是这里也很高 0.085%， 相当于 8.5%。 像这种情况，是吧？它一直维持这么高的资金费率，那其实你是可以去看是不是可以套利的啊。就是实际上资金费率的话，资金费率套利的话，其实也是这么搞的啊。就是说只不过你不是去查询这个持仓标的了，而是你去把市场上所有的币种，是吧？你全部都给它便利一次，然后你去发现它是不是这个资金费率很离谱，或者说比较高，然后你就可以去去提前，比如说像这个，是吧？像这个像这个，那你要开仓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在这根 K 线，或者说这根 K 线开，但是这种也是有风险的，就是说如果它后面突然一下直接真的就像这样的，是吧？突然一下又下跌了，那你可能套利的话，它如果这里跌的不是很多的话，应该套利也还有一点空间，因为它有相当于 20% 嘛，是不是？所以说这个资金费率套利的话，这一块我没去实际做过啊，就是说你们要想做套利的话，你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然后方法就是这样的啊，我刚才说了，把它变成你去便利市场上所有的币种，然后去计算这个值就行了。然后如果说你觉得有套利空间的话，你就可以去相应的开仓，然后这个资金费率收完之后，是吧？然后你再就把它平仓就行了啊。那行吧，那这就是这一期的一个主要内容啊，就是这个资金费率这一块，然后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看需不需要加到自己的代码里面去啊。那么数字货币的话，我准备就先讲到这里了啊，就是后面几期的话，我可能就开始准备讲这个股票的了。
先这么安排吧，我看一下中间有没有什么其他想到的需要先讲的，否则的话我就开始先讲这个股票的了，然后也是先把股票那一块的框架也是先给大家给搭建出来啊。那么到今天为止是吧，这个就是数字货币的交易框架基本上也都出来了是吧，就是你怎么下单是吧，怎么去加仓减仓平仓，然后技术指标那一块你怎么去计算，这个我都说了是吧，也都讲的，我觉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就是说这个基本的框架都已经出来了，你可以在这个框架上面去自己去自由的拓展是吧。所以说下一期的话我准备就先讲这个股票的了，也是先把股票的那个股票也是一样的啊，到时候也是它会涉及到交易部分，然后涉及到策略部分，都是这样，其实跟这个数字货币是差不多的，只不过说它的实现方式是完全不一样，是不是？所以说到时候也是先把这个股票的框架也是给大家先搭建出来，然后你们就可以去自由拓展，是吧？那行，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啊，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感谢大家收看。